哟，还真活着！听说你昨天滚下山坡，哥儿几个还以为你要去见你爹娘了呢。王大哥，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月的平安钱该交了，50文，老规矩。王大哥，您看我昨天刚摔伤，这段时间没法干活，能不能宽限些日子？宽限？赵小子，哥儿几个跑这一趟不要力气，镇上的李爷那边我们能拖吗？少废话，有钱没钱，李爷的账你也敢赖？上个月邻村那2户交不出钱的，地都被虎哥收了，现在正迎接要饭呢。家里只有这些了，剩下的我下个月一定补上。17文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我真的只有这些了，米缸也快见底了。我管你吃不吃得饱，听着小子，3天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我来拿钱，50文，1文不能少。要是拿不出来，你那3亩田可就归我了。反正你这种废物也种不出什么玩意儿，不如让哥哥我帮你保管。3天后拿不出来，就收拾铺盖滚蛋。晦气，不公平！我一睁眼，竟穿越到了古代，没米没菜，身无分文还倒钱钱的天崩开局。系统绑定中，检测到宿主生存意愿达到0截止。田园系统激活中，绑定宿主赵宇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请查收。高产土豆种子10斤，基础种植知识灌输，系统储物空间1立方米，是否现在领取并接受知识灌输？是。土豆，亩产2000斤以上。10斤种子切块能种半亩地，但最关键的是启动资金和肥料。在这之前，我吃什么？3天后，王大虎会再来，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准备好对策。长远的，就从这10斤土豆开始。初始任务发布，开辟第1块试验田，在5天内成功播种至少0.1亩系统提供的土豆种子。任务奖励：基础肥料配方1份，铜钱100文。看看我这个现代农学生加上系统，能在这片古代土地上种出什么未来？土豆系疏松肥沃的沙土名，需深耕，重施有机肥。这块地每一项都不达标，比想象中更差。先干活。王大虎的3天期限过去了1天，系统的5天播种期也过去了1天，没有重来的机会了。难怪长不好。土壤检测结果：年种黄岭，酸碱度偏碱，有机质含量极低，建议深坑，增施有机为克沙改良。土太硬了，减重，板结层至少有30厚，你这样翻不行，表土翻下去，死土翻上来，种子种在死土上发不了根。那我该怎么做？那些草你现在就烧了。烧？不堆肥吗？堆肥要时间，你没有，烧成草木灰，现在就撒到翻过的地里，能降碱生钾。你那块茎作物不是喜钾吗？孙伯怎么会知道土豆喜钾？我年轻时走过不少地方，南边的芋头，北边的山药，凡是长地下的块茎都喜钾，草木灰里有钾。等凉了就撒开，和土拌匀，明天再把灰拌进土里，就能种了。孙伯，您是不是种过类似的东西？40年前，我在西边见过一种作物，当地人叫地势，长在地下，拳头大小，能当粮。那年西边大旱，庄稼绝收，就是靠着那些地段，一个村子的人活下来大半。但后来就再没见过。你的种子要真能种出来，是福是祸，还不好说。明天这个时候，我再来看看。
赵家哥哥，我爹让我送来的，小心手，苏瑶。这个时代的女子，识字的不多。明天要翻地拌灰，开沟做笼，播种附体，一个人一天不可能完成，只能请人帮忙了。吴叔，我想请铁柱哥帮个忙。我在地里种了点新东西，明天要下种，想请铁柱哥搭把手。我付工钱，1天5文，管一顿饭。铁柱，赵家小子想请你明天帮家种地，1天5文，管饭，你去不去？赵家兄弟，你那块山脚地能种出啥？一种新作物，从西边传来的，耐培薄，产量高。如果成了，1亩能收2000斤。2000斤？你莫哄我！铁柱哥，你明天来帮我1天，亲眼看看。要是觉得我在胡闹，工钱照付，你转头就走。成，明天一早我去。孙伯，我请了几个人明天帮忙，您明天能来看看吗？我怕有些地方做不对。辰时3刻，我过去。谢谢孙伯。别谢太早，人多眼杂，你那东西种下去，消息就瞒不住了。我来送篮子，见院门没关就进来了。看到这些，这就是你要种的东西。赵家哥哥，你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感觉现在有了主意，有了劲头，这样挺好的。人总要活下去，活下去就得有个念想，让这片地长出庄稼，让村里人都不再挨饿，让王大虎那样的人再也不能随便欺负我们。你能做到的，我知道。这是我攒的一点伤药，虽然比孙伯给的差点，但也能用，你小心手。明天我也来看看，我能帮忙烧水做饭。赵家兄弟怎么干？你说。这土不行啊，灰拌进去了。孙郎中教的，他懂种地。开始吧。赵家小子，这玩意儿真能长？能，2个月后你来看。这边土压得太实了，松些。沟头要留排水口，不然积水。完工了，完工了！谢谢各位叔伯兄弟，辛苦了。谢啥？拿钱干活，天经地义。别说这沟开的是像模像样。赵哥，这东西真能长出2000斤？如果老天爷赏脸，能。任务：开辟第1块试验田，状态已完成，奖励发放：基础肥料配方1份，铜钱100文。明天就能还上王大虎的债了，但之后……都出苗了。作物状态更新，作物改良土豆，播种时间7天，出苗率98.3%，平均株高5.2厘米，生长状态优良。提示：进入苗期管理阶段，需注意水肥均衡，预防病虫害。都长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一行最齐整，那一行有几株弱些，但应该能赶上。真好看，像刚出生的孩子，嫩嫩的，让人想护着。赵家哥哥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浇水、施肥、除草。苗期最关键，肥要稀薄，草要趁小除掉。赵家哥哥，这些苗要长多久才能收？2个月左右。春土豆生长期短，如果顺利，夏末就能收。2个月，那岂不是赶在秋粮之前？对，如果能成，今年村里最难熬的8月就有东西吃了。那能分给大家吗？能，但要有规矩，不能白给，要用劳力换。
或者用别的换。白给的东西没人会珍惜。我自己熬的，解暑。你的手……没事，做惯活了。苏姑娘，你愿不愿意帮我记账？记账？等土豆收成了，要分，要卖，要换东西，进出往来，得有人记清楚。你识字，会算数，是最合适的人。你记的账本我看过，清楚、工整，比我强多了。我帮你。赵家小子，六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带个人来看看你的地。这位是镇上福顺粮行的周掌柜，听说你种了新东西，想来瞧瞧。赵小兄弟，冒昧打扰。周掌柜客气，只是几垄菜苗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听说是什么西边来的新种，耐力薄，产量高。六叔说笑了，就是寻常快精，能不能成还不知道。叶形奇特，根系发达。赵小兄弟，你这种子还有多少？没了，就这些。可惜可惜，若是真能高产，倒是个好买卖。这样，这是2两银子，算我预定你这一季的收成。不管收多少，我全要了，价格按市价加2成。周掌柜厚爱，但庄稼地里的事谁也说不准，万一遭了灾或者长不好，我拿什么赔您？这银子我不敢收，等收成了，若真有顾余，我一定先送到福顺粮行，请掌柜长眼。赵小兄弟这是不信我？不是不信，是担不起。也好也好，那咱们说定了，收成时我再来。赵家小子，你刚才该接的2两银子呀！六叔，您觉得他真是来看庄稼的？苗才5寸高，根都没扎稳，他就敢出2两银子预定，要么是他钱多烧的，要么他早知道这东西的价值。你是说……我什么也没说。六叔，今天谢谢您带路，但这地里的东西，您往后少跟人提。好好长，你们要长得足够好，好到让人不敢轻易动你们。赵兄弟，还真让你猜着了。我二姑家在镇上做短工，听粮行的伙计说，周掌柜前些天跟王老虎喝过酒，喝完酒第2天，周掌柜就跟人打听咱们村谁家种了新东西。什么时候？就你种下地的第3天。还有，我二姑说，周掌柜背后是镇上李爷的产业，李爷你知道吧？就是王老虎的靠山。赵兄弟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想摸清底细，我们就给他们看，但不是全看。什么意思？铁柱哥，从明天开始，如果有人问起这地里的情况，你就说长得不好，苗黄叶瘦，恐怕要绝收。啊？可明明长得挺好。就是要让他们以为长得不好，他们越轻视，我们越安全。等土豆长成了，挖出来了，他们想动手也晚了。我懂了，赵兄弟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说。听说了吗？赵家小子那新东西长不起来了，前2天看还好好的。好什么呀？铁柱亲口说的，苗黄的跟秋草似的，叶子都卷边了，白忙活一场。赵家哥哥，铁柱哥那么说，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等土豆长出来，谣言自然就破了。可是，万一有人信了，来捣乱怎么办？得想个办法。检测到潜在威胁，建议建立简易防护体系，解锁初级警戒装置图纸功能，触发式声响报警。苏姑娘，村里谁家猎户？村北的孙猎户，不过他脾气怪，不爱跟人来往。孙猎户跟孙伯有关系吗？好像是本家，但早出了5房，不怎么走动。你要找他？想找他换点东西。谁？孙叔，我是村东的赵宇，想跟您换点东西。换什么？动物金剑，最好是鹿金或者野猪金，我用豆子换。你要金剑做什么？做陷阱。地里遭了野猪。这是野猪后腿金，够劲儿。你要多少？2根，1尺长就行。这些豆子够吗？听说你种了新东西，瞎折腾，不一定成。周掌柜去找过你？去过，我没答应。豆子拿走，金您送你。这怎么行？让你拿就拿。周掌柜不是好人，
李爷更不是。你能扛着不答应，是条汉子。小心点，他们不会罢休的。赵家哥哥，你要住这儿？守几天，装置刚弄好，得试试效果，万一不好用还得调整。那我陪你。不行，叶礼良，你一个姑娘家不合适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回去帮我做件事，明天一早你去跟铁柱说，让他这几天多留意村里的动静，特别是周掌柜或者王老虎的人有没有再来。那，你小心。就这儿，对，就这块地。周掌柜说了，摸清楚长得怎么样。这黑灯瞎火的，怎么看？拔几株回去不就知道了？什么东西？有埋伏！赵家哥哥，这一行比那一行长得快，是不是那边土肥些？不是土的问题，你看这里有个侧芽，要摘掉，不然养分分散，主茎长不好。像种瓜要打岔。对，一个道理。王老虎那边没动静，奇怪了。周掌柜回镇上了，听说是李爷有别的买卖，村里人都在传，说你这地要绝收。我看他们是眼红。哼。赵家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开花了，真好看，像小蝴蝶。开花了，底下的果子就开始长了。我能看看吗？这么小，能长大吗？能，再过1个月能长到拳头大，还能长出来开花结果，是他们厉害。赵家哥哥，等土豆收成了，你打算做什么？留种，扩大种植，然后教村里人种。如果真能高产，就不能只种这1亩3分地，要让大家都有，冬天才不挨饿。可是，如果大家都种了，不就卖不出价钱了？不是拿来卖钱的，是拿来吃饱肚子的。青山村太穷了，先要吃饱，再想别的。我觉得可以既吃饱又赚钱。你想啊，如果咱们村种得多，收得多，除了自己吃，肯定有过余，过余的可以拿去卖，或者做成别的东西。我爹说，东西加工后会比原样值钱。你说的对，等收成了，咱们好好计划。咱们，你帮我记账，帮我出主意，就是咱们一起的事。生长第30天，平均株高42厘米，开花率76%，快脏形成期，进入膨大初期。建议增施钾肥，保持土壤湿润疏松。孙伯，真长出来了。40多年前我在西边见过的地蛋就是这个模样。你知道当年那些地蛋后来怎么样了吗？不知道，被官府收走了，说是什么祥瑞要献给皇上。种地的老农得了10两银子，但种子全被拿走了，一颗没留。那村子后来还是穷。您是说？我没说什么，只是告诉你，好东西人人都想要，怎么守得住是你的事儿。周掌柜又来了，在村里打听你，这次带了2个人，看着不像伙计。谢谢孙伯提醒。
赵家哥哥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爹说看到周掌柜带人进村了，直接去了李正家。我不放心，来看看你。我没事。可是他们去找李正，肯定没好事。我知道，该来的总会来。赵家哥哥，如果他们真要抢，咱们怎么办？抢？地里的东西他们抢不走，技术他们学不会，人心他们买不到。可是他们有势力，势力不是永远的。你看这些土豆，种在这么差的土里，没人看好，但它们长出来了，开花了，结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扎了根，根扎得深，就没人拔得走。我也要扎下根，在这片土地，在这个村子扎下根，根扎深了，就没人能轻易动我。苏姑娘，你怕吗？不怕，跟你一起就不怕。好，那咱们就一起把根扎深。这不可能，才15天，正常土豆这个时候应该刚刚形成小块棕。警告：异常生长现象，块装品质下降，植株早衰。除了正常剂量的豆饼水和草木灰，没有添加任何特殊东西。那这疯长是怎么回事？营养过剩，可这贫瘠的黄岩怎么可能营养过剩？成分包含高浓度动物性有机质、未完全分解的蛋白质、糖类，微量元素铁、锌异常偏高。推测来源：动物血液、内脏、骨骼粉碎物经特殊处理。作用：强效土壤改良剂，可短期内大幅提升肥力，品质下降，土地板结。血骨粉，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我的田边树林里埋着。孙伯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前朝宫廷秘法，将牲畜血液、内脏、骨骼收集，混入糖蜜和草药，密封发酵100日，一勺能1亩地。但用多了，土会板结得像石头，3年种不出东西。种出的庄稼看着喜人，实则虚胖，不耐储，不好吃。有解法吗？除非换土，但你这8分地来不及了。收是能收，但品质……孙伯，如果不追求品质，只追求活着呢？土豆就算品质差，也是粮食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留下种子，我就还有机会。下毒人想看我笑话，想看祥瑞变成废物，那他们就让看看这笑话能养活多少人。好小子，有志气。走，去你地里看看。血骨粉虽然阴毒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法子。下毒的人懂行，但不够毒。你这田有坡度，你看你现在要在东侧挖截水抽，阻止肥力扩散；西侧正常管理。至于东侧催熟，既然长得快，就索性更快，加大浇水，施磷压肥，让他们把养分全转到地下去。30天内必须收，再晚就全烂了。按这个方子配水，3天喷1次叶面，能防早衰。孙伯，你为这么帮我？40年前大旱，一个逃荒老农种的地子救了村里1半的人。他临死前把种子给了我，让我传下去，可我没守住，种子被官府当像祥瑞收走了。这些年我总梦见那老农，现在你带着一样的种子来了。赵家小子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还债。营养不良，品质极差，煮熟了可能都是硬的，但能吃就行。至少保住了2/3的希望。要下雨了，他们今天会来。我知道。孙伯，您今天能不能去李正家坐坐？你要我把李正拖住？对，至少拖到我把东侧的土豆挖完。去吧，李正那边交给我。赵兄弟，我听说王老虎今天要来，要不要我叫几个人？不用，你帮我挖土豆，越快越好。挖？现在不是还没熟吗？东侧这些等不及了，再不下雨也要收，下雨就更得收，能收多少是多少。
这能吃吗？煮熟了，能吃，总比饿肚子强。要下雨了，继续。赵兄弟，西边那些能保住吗？看天意，如果雨不超过1天，应该没事；如果连下3天，就难说了。赵小子，收成不错呀！我听说你这祥瑞长得可快了，特意来看看。王大哥来的不巧，下雨了。下雨才好，下雨才能看出东西好不好。你说是不是，刘三儿？你说的对，好东西不怕雨淋，孬货一下雨就现原形。啊，虎哥，这边好像没事。你小子耍诈！王大哥说什么我听不懂。我种地，老天爷给饭吃，有什么诈不诈的？钱呢？50文，今天到期。赵小子，你知不知道周掌柜今天也来了？赵小兄弟，收成了？收了部分。我能看看吗？青皮发软有黑斑，赵小兄弟，你这祥瑞品相不太好啊。第一次种，没经验。哼，我听说西边那些长得不错，还行。那为什么东边这些像是遭了灾？周掌柜是粮行大家，应该知道，同一块地也有肥肉之分，东边地薄，长不好正常。说的有理。那西边这些，赵小兄弟打算什么时候收？1个月后。好，1个月后我再来。到时候希望赵小兄弟的祥瑞能名副其实。铁柱哥，帮我个忙，你连夜去镇上找林老板，告诉他3件事：第一，土豆提前收了，品质差但量大；第二，周掌柜今天来了；第三，问他愿不愿意收这批土豆，价格好说，但要快。现在下这么大雨，就是下雨才要去。他们以为下大雨我不会动，我偏要动。你现在就出发，走小路，别让人看见。成，我这就去。作物生长速度300%正常级。如果我能从这批早熟的土豆里筛选出保持良好性型的快秧作为种子，也许能培育出真正30天成熟的早熟品种。在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这是救命的粮食。变异，还是原本的品种特征？发现特殊性性状，作物改良土豆，紫皮变种。特性：抗病性增强，耐储性提升，花青素产量高，营养评价优。建议优先留种，可尝试定向载育。赵兄弟，林老板答应了，他说有多少要多少，明天一早就派人来拉，价格按正常土豆的70%。铁柱哥，谢谢。谢啥？赵兄弟，林老板还让我带话，他说周掌柜今天从你这儿离开后，直接去了李爷府上，李爷发了大火，把周掌柜骂了一顿，因为李爷要的是彻底搞臭，不是品质差点。周掌柜办事不力，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估计暂时不敢动了。林老板让你抓紧时间，趁着空档把该办的都办了。铁柱哥，今晚辛苦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卖土豆。好嘞。赵兄弟，醒这么早？林老板的人什么时候来？应该快了，从镇上到咱村走路要1个时辰，这会儿该出发了。赵小哥，铁柱哥，久等了。阿青兄弟客气，这么早辛苦你们跑一趟。应该的，东家交代了，赵小哥的事儿要尽快办。确实品质不佳，煮熟了恐怕发硬。不过我们东家说了，只要是新作物，品相差也收，按市价3文1斤算，2文1斤收。阿青兄弟，市价是3文，但这是新东西，不该更贵吗？铁柱哥，若是品质好的新作物，自然价高，但这些煮熟了怕是不好吃。
我们收了还得想法子处理。900元已经是东家特别关照了。阿青兄弟，900文我接受，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这批土豆你们不要直接当粮食卖，可以试着切片晒干磨粉，做成粉条或者勾芡。虽然品质差，但淀粉还是有的，总比浪费强。赵小哥懂加工，好，我会转告东家。如果真能做成粉，下次我们再谈合作。听说赵小哥地里还有其他作物，让我看看。这陈米5文1斤，豆粉3文1斤。东家说，如果赵小弟需要，可以用钱买，也可以用新作物的种子或者幼苗来换，价格好商量。我有些品相好的土豆可以留种，阿青兄弟要看看吗？这个好，淀粉足，口感应该不错。赵小哥，这些你肯出？可以出10个，种子价按市价2倍，6文1个，10个60文，再加上刚才的900文，一共960文。阿青兄弟，我想用这些钱换50斤陈米，50斤豆饼，剩下的钱我想托林老板办件事，帮我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好地出租出售，2、3亩就行，土要好，最好靠近水源。赵小哥要扩种，这块地不太行了。明白了，我会转告东家，有消息立刻通知你。赵小哥，东家让我带句话，周掌柜昨天从你这儿回去后，被李爷骂得多轻，但以李爷的性子，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孤身一人，务必小心。王老虎那种人明枪易躲，周掌柜这种暗箭难防。谢谢林老板提醒，也请林老板小心。赵兄弟，这些够你吃一阵子了。你接下来打算咋办？先还债。还债？你不是刚还了王老虎？那是保护费，不是债。我爹娘去世时欠的债，本金3两，这些年利滚利，听说已经到5两了。5两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慢慢还。铁柱哥，你帮我个忙，去请孙伯过来一趟。我想问问债主是谁，人在哪儿？我以前糊涂，这些事儿都记不清了。孙伯，我想问问债的事。你爹娘当年病重，看病吃药花光了积蓄，借过2个人的钱，一个是镇上仁济堂的陈大夫，借了3两，他心善，从没催过；另一个是村里的赵老四。赵四叔，他有个在南边做生意发了财的侄儿，叫赵德发。赵老四去年冬天走了，赵德发回来办丧事，听说有这事儿，要你今年秋收前连本带利还清5两。他在县城开了间杂货铺，这人不太好说话。哟，孙郎中也在，正好做个见证。德发，你这是收债？哼，3年前赵老四借给赵大海2两银子，白纸黑字，月息3分，如今连本带利共计5两6钱，零头抹了，算5两。赵小子，认不认？我认，认就好。钱呢？今天能还多少？我现在只有这些，400多文，打发要饭的呢。小子，我可听说了，你最近折腾什么新庄稼，还跟镇上的林老板搭上了线。新庄稼还没收成，这些钱是预支的。赵叔，我一定还，但5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给我些时间。时间？我给了你3年时间，1分没还，现在跟我说时间？我告诉你，秋收前5两银子1文不能少，要是拿不出来，你这破屋还有那3亩薄田就归我了。德发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赵家小子现在有了营生，你宽限些时日。孙郎中，你是中人，按理该帮我要宅，哼，怎么反倒帮欠债的说话？赵叔，秋收前我一定还你5两银子，如果还不上，房子田地你拿走。哼，空口白牙，谁信？那就立字据，孙伯做见证，秋收前还不上，我卷铺盖走人，地契房契归你。再加一条，这期间你那什么新庄稼收了得先卖给我，价格按市价，我优先收购。可以，但如果你压价太低，我有权卖给别人。成交。赵家小子，秋收还有3个月，你好自为之。你太冲动了，5两银子3个月，你怎么挣？孙伯，做什么生意？杂货铺，卖些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，怎么了？他铺子大吗？不大，2间门脸。不过他好像还做点别的。对了，他帮人放印子钱。孙伯，您放心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些土豆再有1个月就能收，如果能种出好东西，
就不愁卖不上价。西边的虽然比东边好，但受了血骨粉影响，能长成什么样不好说。那就想办法让它长好。孙伯，您能不能再帮我配点药，保品质的药？既然肥力过剩，咱们就想办法把多余的肥力导出去，或者转化成别的东西。导出去？怎么导？您看，血骨粉的肥力主要是氮过剩，磷钾相对平衡，氮多了，植株疯长，果实品质差。如果我们补磷钾，平衡营养，控制水分，让植株生长放缓，把养分集中到地下的块茎里。你是说以磷钾制氮？对，草木灰里有钾，骨粉里有磷。对了，鸡蛋壳磨粉含钙，也能调节土壤，还有鱼骨、虾壳，只要是含磷钾钙的东西都能用。你小子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？书上看的。什么书这么厉害？行，我帮你配药。草木灰我有，骨粉也有，鸡蛋壳我去村里收，就说配药用的。谢谢孙伯。先别谢，这法子管不管用，还得试了才知道。万一不成，不成再说，总得试试。3个月5两银子，这是一场必须赢的赌局。成了。是这个味儿，40年西边就这个味儿。孙伯，您觉得能卖上价吗？能，尤其是现在，这东西能当菜也能当饭，肯定有人要。鲜食的话，1斤3、4文应该没问题。半分地算个500斤，1两5000银子，加上之前的，共2两4两多。孙伯，现在还能种1季土豆吗？7月种，10月收。不过你得有地，现在这块地今年不能再种了。孙伯，我想好了，我知道，先把土豆卖了，换钱租地种土豆，3个月来得及。先租1亩，如果紫皮土豆真如系统说的那么好，1亩能收2000斤。系统？什么系统？就是我琢磨出来的一套种地方法，我管它叫系统。你想做就做，需要帮忙说一声。谢谢孙伯。赵家哥哥，苏姑娘，这么晚了去哪儿？去孙伯那儿拿药。赵家哥哥，你的土豆怎么样了？还好，在半个月就能收。赵大哥，你的土豆真的能长拳头大吗？真的，等收了请你吃。赵家哥哥，这是我做的，你拿去吃。我听铁柱哥说了，你自己小心些。赵德发不是好人。谢谢，我会小心。再过7天就能全收，至少500斤，1500文，还差3两。但只要紫皮土豆扣种成功，秋收就能翻身。这位小哥，敢问这片土豆是你种的？是我。先生是？毕姓周，在府城做点小买卖，路过此地，看到这新奇作物，特来问问。又一个姓周的。花开紫色，地下结块茎，可是西边传来的洋芋。听说西边有这东西，我弄了点种子试试。赵小哥，可否卖与鄙人？周先生认识镇上的周掌柜吗？那是我堂弟，他来找过你，不过没谈成。我那个堂弟做事急躁，不懂变通，赵小哥别见怪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是真心想做这生意。赵小哥，你这土豆品相不错，但新鲜土豆不易储存，我有解决办法。这是石灰粉，撒一层能防烂。另外，土豆可以做成粉条、淀粉，耐储存，价格高。赵小哥若愿意合作，我可以提供技术，包销所有产品。别人种不出你这样的。我一路走来，看了不少庄稼，你这土豆长势均匀，植株健壮，一看就是精心管理的。种地不光看种子，还得看人。而且我听说你得罪了李爷，李爷虽然倒了，但他那些手下还在。你一个人守得住这技术吗？跟我合作，我出钱出渠道，你出技术出劳力，利润3-7分，你3我7。另外，我保你平安，在府城，我周文渊还有点面子。周先生，
土豆我还没收，现在谈合作太早，等收成了，咱们再细谈，如何？谨慎是好事，行，我等你。半个月后我再来，希望到时候赵小哥能给我个满意的答复。赵兄弟，林老板说镇上那块地你可以去看，他明天正好要去县衙办事，可以带你一起去见管事的书吏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去镇上。林老板让我提醒你，最近小心些。周掌柜那边没动静，但他堂兄周文渊来咱们县了，这人比周掌柜厉害得多。林老板还说，如果你真缺钱，他可以先借你5两银子，他拿得出，利息按市价，不算高。谢谢林老板好意，但不用了，我有办法。卖土豆，租地，种新土豆，3个月够做很多事了。紫皮土豆平均重量150克，发芽率预估95%以上，预计亩产1800至2200斤。16个切48块种树，按密度能种1分多地，秋收留种，明年春天就是1亩。孙伯，我要去镇上看地，地里您帮我照看一下。如果周文渊或者其他人再来，您就说我不在。土豆的事儿等我回来再说。去吧，地我看，你放心，早去早回。苏叔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我想做10个1尺见方、结实能摞起来的木箱，装土豆用的，这是50文定金。你先用着，做完再说。我听姚二说了你的事，不容易，箱子我给你做，钱不急。谢谢苏叔。赵小哥，上车吧，东家在镇上车马行等你。赵兄弟，这地肥得流油啊！是块宝豆，但荒着没人敢租。李爷的余威还在。这位可是租下此田的赵小友，老朽姓张，住河对岸张庄。听说李爷这块地租出去了，特来看看。小友可知为何这上等田无人敢要？愿闻其详。3年前，李爷在此强占邻村王姓水田，逼死王老汉，尸首就埋在田东头老槐树下。李爷为掩此事，暗中往田里撒了毒药，3年不散。小友租这地，怕是要亏本。张老可知是什么药？具体不详，但老朽略通医理，曾取土验过，此物遇水发热烧根，掺在土里，庄稼长到1尺便枯死。分析结果：深石灰混合硫磺笔霜，强碱性，可致土壤板结、根系灼伤。不退，地既租下，便有法可治。张老今日前来，不只是为了劝退吧？老朽有事相求。王老汉有个16岁的孙女秀娘，在李爷倒台后被卖入镇上春风楼。老朽想赎她，但缺个由头。小友若愿以雇佣名义聘她，老朽愿出赎金，并助你治这毒田。秀娘会什么？识字，会绣活，懂些草药，在这里可帮孙郎中晒药，或帮苏姑娘记账。好，但有3点：第一，秀娘来去自由，我不迁木生气；第二，工钱按劳给；第三，她随时可走。小友仁厚，老朽代王家谢过。是断根散，此药入土3尺，需换土才能根除。换3亩地的土，这是腐草汁，酸性极强，可中和石灰碱性。这是引粪土，最能松土戒毒。孙伯，这些够多少？够半分地。你要治3亩，得自己弄。赵小友，别来无恙，来赔罪。先前多有得罪，是周某眼拙。这是在制毒土？是。李爷当年做的孽，倒要你来收拾。我那堂兄让我带句话：制土若需石灰、硫磺，他可低价提供。周先生好意心领，但这毒土用不上那些。赵小友是明白人，堂兄让我转告。赵德发在牢里攀扰，说你与他合谋私卖军需。县衙那边，堂兄已打点，暂压下了。堂兄想入股，不是强迫，是合作。他出钱出渠道，你出技术，军需那条线他帮你摆平。容我想想。3天后我来听答复。
这姓周的趁火打劫。是交易，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周文渊要技术，我要活路，未必不能谈。你想答应？不得不赢，独田要治，春波不能误。村里人指望我吃饭，我不能倒。那就谈，但记住3条：第一，技术分核心与皮毛，核心绝不外泄；第二，契约要细，写明违约重罚；第三，留后手，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。50两才3成股，赵小友，这价码。周先生要的不是股份，是技术和独家货源。青子1号亩产2000斤，品质上乘，5年独家，值这个价。若你种不出来呢？契约写明，若亩产低于1500斤或品质不达标，我以家产3倍赔偿。年轻人有胆色，我带回给堂兄定夺，明日此时给你答复。赵小友这制土之法倒是新奇，土法罢了。周先生亲自来，是契约有变。按你的条款一字未改，但我有个附加条件，请讲。我要你收个徒弟，这是犬子周明远，自幼体弱，不宜科举。我想让他跟你学种地，3年为期，吃住自理，工钱照付，只求真传。赵先生，晚辈读过《齐民要术》，农桑集美，深感农事乃国本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故想亲身实践。且家父生意终须有人接手，懂农事才懂粮行根本。周先生舍得？遇不着不成器，跟着你比在府城斗鸡走马强。好，但我教徒弟有3规：第一，吃苦耐劳，不得摆少爷架子；第二，事必躬亲，从垦荒施肥做起。弟子谨记师训。 50两，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钱越多，担子越重。30两用于制土、买肥、雇工，20两存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发酵池2高4个大坑，蚯蚓床也向外延伸出3条长沟。2. 选地，选背风向阳、排水良好、疏松焚薄的沙质土壤。3. 施肥。人骨。 骨骼表面附着砒霜残留，死亡时间约3年。既已挖出，便该让死者入土为安。铁柱，去请李真，再通知张老。王老弟，你死得好惨！周大人，可否这样？今日先将遗骨请出，暂住一床，我出钱请人诵经3日，再选吉日安葬。制土之事不能停，我会在田边立碑，写明此事，让后人知晓。 王老伯，晚辈赵宇租此田谋生，今日惊扰，实非得已。他日若有余力，必为您伸冤雪惩。安息吧。土壤酸碱度趋近中性，重金属残留降至安全阈值以下，有机质含量提升至3%。从今日起，青山种植社正式成立，凡今日帮工者自动成为首批社员。往后，社里土地共同管理，收成按劳分配。赵社长，我老王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这么痛快过。跟着你干，有奔头！赵兄弟，你说咋干就咋干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大家一起干。咱们有地、有技术、有力气，只要心齐，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干！宇哥，今天真好。这才刚开始，等秋收，等加工房建成，等村里人都吃饱穿暖，会更好的。子嗣1号生长日志，播种第25天，出苗率92.7%，平均株高8.3厘米。确实比预想的好，但苗期最关键，水多则土长，水少则萎蔫。
明远，从今天起，你负责记录每日浇水量和天气变化，咱们要摸索出最适合的灌溉方案。是。宇哥，孙伯说我有喜了，今早诊的脉说已经2个月了。瑶儿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很欢喜。苏姐姐一早炖了鸡汤，大哥快趁热喝。等这批土豆收成，我就翻修房屋，请孙伯好好给瑶儿调理，还有得给未来的孩子准备衣裳、被褥。天旱虫多，是地老虎和28星蒲虫，这2样都是土豆的天敌。孙伯，可用什么药？庄叶水、辣椒水可驱瓢虫，但治标不治本。地疗好藏身土中，更难对付。往年遇到，只能人工捕捉或用毒饵。炒香的豆饼拌砒霜，撒在田间，地疗好时候即死。但此法危险，万一被鸡鸭误食或渗入水源。我有法子，不用毒，用半生。某些植物种在一起，能互相驱虫，比如大蒜驱蚜虫，万寿鱼驱线虫，薄荷驱菜青虫。孙伯，您可知本地有什么驱虫的草药？艾草驱蚊，苦棉叶驱虫，除虫珠可杀蚜虫，但这些对地芦虎和瓢虫是否有效，老朽不敢断言。试试便知。铁柱哥，你带人去采艾草、苦棉叶、除虫珠，越多越好。王叔，你带人煮草药水，浓度要高。明远，你负责记录不同草药的效果。秀娘，你去村里收些大蒜、辣椒，捣碎取汁。先生，草药驱虫见效慢，只怕来不及，所以还要辅以物理防治。地老虎夜间活动，咱们就夜间捉。浓度太高了。保住了，赵小子，你这法子神了。干旱还没解决。此物口感独特，饱腹感强。土豆可做主粮，亦可做菜。这土豆产量高，种植简单，耐储存，易运输，适合军旅。正因如此，王某才来。北疆战事吃紧，粮草运输困难。周先生推荐你的土豆，说此物可解燃眉之急。将军府下令采购土豆10万斤，粉条5万斤，9月前送达边关。王校尉，青山村今年土豆总产预计不过5万斤，10万斤实在力不从心。非让你一村独供，你可联合周边村庄统一收购。刘掌柜的通汇商行负责运输，我负责协调。你只需保证品质，组织生产，价格按市价上浮30%，预付30%定金，货到付清。赵小兄弟，这是天大的机遇，军需订单稳定，利润丰厚，更能得官府青睐。你只需点头，便是一片坦途。时间太紧，土豆生长周期至少3个月，现在播种已来不及，且加工粉条需建作坊，培训工人。作坊可由刘掌柜出资建设，工人可从周边招募培训。这3个县去年试种土豆，今年可收100万斤，你可去收购，加工后北运。容我想想，3日后答复。好，3日后我来听信。不过王校尉军务繁忙，只等1天。赵小友，机会不等人。宇哥，很难抉择。那接了，风险巨大，但若能成，青山村将一飞冲天。不接，得罪周文在和军方，日后恐难安宁。那咱们接，我相信你能成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更怕你因畏惧而错过。宇哥，你不是常说机会与风险并存吗？订单我接，但有5个条件：第一，预付50%定金；第二，质量检验由我方派人参与；第三，运输路线时间需双方商定；第四，若因不可抗力延误，不追究责任。第5，此单完成后，青山种植场与洲际合作，需重新议定分成。赵小友，你这是要反柯委为主啊？非也，
只是求个公平。军需订单利润随后，但风险全在我方丈，弱保不敢接。5成定太多，3成。质量检验可双方参与，其余可依你。你们收土豆是做毒饵卖给北疆汉人，把土豆还给我们！大家跟我去加工坊亲眼看看，那是做给人吃的粉条，不是毒饵。是有人刻意阻挠，我已派人查了。黑风岭那伙山匪上月刚换了头目，新头目姓李，他们想干什么？无非是报复。李爷虽等，但他那些爪牙还在。你接了我这条线，断了他们的财路，自然恨你入骨。我加派护卫，但你也需小心，那些人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这军需订单怕是接错了。我知道大家怕了，我也怕，怕完不成订单，怕得罪人，怕血本无归。咱们青山村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吃糠咽菜，看天吃饭，被人欺负了只能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们穷，咱们弱。这1000两是风险，也是机会。有了它，咱们能建学堂、修医馆、铺路、修桥。黑风岭的山匪怕什么？怕咱们团结。梁商的谣言怕什么？怕咱们过硬的质量。咱们现在是青山种植社200号人一起干，谁若怕了，现在可以退出，定金我按工钱结算，绝不强留。我跟着赵兄弟干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怕个球！窝囊一辈子，不如拼一回！赵社长，这批货若顺利送达，将军府还有后续订单，你好自为之。宇哥，会顺利的。赵兄弟，给孩子取名了吗？若是男孩，叫程烨；若是女孩，叫承欢。承欢膝下，平安喜乐。先生，弟子有一事相求。弟子想正式拜师，不是学种地，是学先生做人做事之道。愿追随先生，将山魔事推广四方。哈哈哈，你既开口，我便收下你这个弟子，但有一条。学成之后，需造福一方，不可为私利忘大义。宇哥，你从哪儿来这么多奇思妙想？土豆加工、种植社，这些村里人想都不敢想。瑶儿，若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我的宇哥本就不是凡人。不管你从哪儿来，都是我的丈夫，是孩子的爹，是青山村的赵宇。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。瑶儿，辛苦了。哈哈哈，周某来迟，还望赵社主莫怪。
这位是青阳观的玄尘道长，精当风水术数，听闻贵村新得灵儿，特来贺喜。福生无量天尊，贫道云游至此，见贵村上空有祥云汇聚，知有喜事，故冒昧前来。道长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请上座。敢问赵社长，贵公子生辰可是10月15子时3刻？程烨确是这个时辰出生，但这道长如何得知？道长神算，此子命格不凡，生辰八字中土木相生，水木清华，更兼紫微星暗合，若在太平盛世，当为治世能臣。只是命中有3劫，首劫应在昭岁之前。道长，此话怎讲？道长不过是医书直说，未必当真。贫道修行40载，从未妄言。赵社长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道长有话，但说无妨。赵社长可知黑风岭原名青龙岭，乃此地方圆百里龙脉之眼。30年前，匪人占山为王，斩断龙脊，致使地气外泄，煞气积聚。近年来，煞气已蔓延至清水河畔。贵村位于黑风岭东南，首当其冲。贵公子命格属木，最具金煞，黑风岭匪穴正是金煞汇集之地。周岁之前，若煞气冲撞，恐有性命之忧。这套风水之说本不可信，但穿越系统都能发生，玄学未必全是虚妄。况且黑风岭山匪确实心腹大患，道长可有化解之法？有3：其一，迁居避煞；其2，村中布阵镇煞；其3，斩煞源。剿灭黑风岭匪患，剿匪之事谈何容易？黑风岭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县衙数次征剿，皆无功而返。道长既提出此法，想必有计较。此图乃贫道30年前云游时所绘。黑风岭有3道天险，单线天有田七坑，有后山小径，种树鱼林，以藤梯克金，可保百年平安。若此图是真，黑风岭不再是铁板一块，但他为何要帮我？道长厚赠，赵某感激，但不知道长有何所求？贫道所求与周氏主相同，合作。合作什么？开矿。黑风岭不仅有匪，还有矿，铁矿、煤矿储量不小。朝廷鼓励民间开矿，若能拿下开采权，利润惊人。赵社长，开矿需大量人力和当地支持，青山村能调动数百青壮。若我们3方合作，道生出地图和技术，我出资金和销路，你出人力和管理，黑风岭可成聚宝盆。那山匪呢？剿。道长献策，我们出钱雇人，县衙出兵。事成之后，矿脉收益3方均分。容我想想。3日后，贫道在清源观等候。赵小友，此事若成，青山村可一跃成为全县首富。届时，莫说县衙，便是府城，也要敬你3分。宇哥，那道长说的结束？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了你和孩子。开矿好啊！咱们正缺钱建学堂医馆，有了矿，什么都有了。匪是那么好找的？黑风岭那伙人杀人不眨眼，前年邻村护村队一夜被杀光30口。若能彻底剿匪，倒是功德一件。这些年被祸害的村子还少吗？先生，此事需权衡利弊，开矿需向朝廷纳重税，还需打点官吏，且矿工聚众，一生事端。赵大哥，苏姐姐和程烨的安全最要紧。那陆长既说有结束，咱们不能不防。黑风岭矿脉分析：类型中型磁铁矿，无烟煤矿，储量铁矿石约50万吨，煤炭约30万吨。开采险评估：匪患威胁高，官府态度未定，技术门槛中等，市场前景良好。若成功开矿，可获得初级工业文明成就，解锁更多科技树分支。科技树，若只靠农业发展终有上限，若能涉足矿业、冶炼，甚至初步工业，将是另一番天地。剿匪，不管开不开矿，黑风岭匪患必须除。他们劫过我们的货，烧过我们的坊，此仇不报，青山村永无宁日。但剿匪不能蛮干，明远说的是百姓，不是官兵。剿匪之事需借官府之力，更要靠咱们自己的智慧。在此期间，咱们做3件事：第一，加强村防，转服村舰队日夜巡逻；第2，摸清匪众数量、作息弱点；第3，与县衙沟通，探听官府对剿匪的态度。我负责组建护村队，王叔联络周边受害村落，苏叔改良防御工事，秀娘协助苏瑶管理内务，照顾程烨。瑶儿，让你担心了。我不怕，只要咱们一家在一起，什么难关都能过。宇哥，那道长说程烨命中有3劫，我心里总不踏实。命数之说未必全准，但既有人提醒，咱们小心便是。从明天起，
程烨身边不离人，你和秀娘也少出门。那你呢？剿匪太危险，你不能亲自去。我不去，我还有你和程烨，不会轻易涉险。剿匪之事，自有官府和专业人士。有些事躲是躲不过的。从地图看，黑风岭后山这条小径直通匪巢粮仓，若从此处潜入，焚其粮草，匪众必乱。但这条小径入口隐蔽，且有暗哨，需在子夜时分暗哨换岗的间隙通过，只有1炷香时间，时间太紧，且焚粮之后如何撤离？一旦被围，后山是绝路。赵兄弟，出事了！慢慢说。孙烈户一家全死了。就在刚才，孙烈户的儿子跑来报信，说他家遭了匪，我带了人赶去，已经晚了。哼！是黑风岭的标记。报官了吗？已经派人去了，但县衙离这儿30里，等捕快赶到，匪早跑远了。脚印杂乱，至少有5人。院墙有翻越痕迹，门锁是被撬开的。匪徒手法熟练，应是惯犯。铁柱，你带人守住现场，等官府来人。王叔，通知全村加强戒备，今夜所有人家集中到祠堂附近，轮流守夜。明远，跟我回书房。匪徒赶在年关前下山杀人，一是报复，二是示威。孙烈户前日曾跟我说，他发现黑风岭匪徒在附近出没，想去报官，所以被灭口。但学生不解，黑风岭距此20余里，匪徒为何专挑孙烈户家，且时间拿捏得如此准？正是小年，村里松懈时。村里有内应，否则匪徒怎知孙烈户要报官？怎知他家人今夜在何处？此人必须揪出来。赵大哥，苏姐姐让我来问问，村里传言说黑风岭要血洗青山村，是不是真的？假的，匪徒不敢。你回去陪瑶儿，告诉她没事。其实我今早去河边洗衣时，看见村西头的赵辣子和2个陌生人在林子里说话。那2人穿着不像本地人，腰间鼓鼓的，像藏着家伙。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来，那2人神色鬼祟。铁柱，带几个人悄悄去赵辣子家。若他在，直接把他带来；若不在，搜他屋子，看有无可疑之物。你们2个狗东西，放开我！赵宇，你凭啥绑我？老子又没犯法。今早辰时你在哪儿？在家睡觉。和谁一起？关你屁事儿！说，钱哪儿来的？我赌钱赢的。跟谁赌？在哪儿赌？镇上。腊月20之后，镇上赌屋全关了，你上哪儿赌去？赵社长饶命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他们抓了我娘，说我不听话就杀他。他们是谁？黑风岭的一个叫八脸的头目。他说只要我盯着村里动静，尤其注意谁跟官府来往，就给我钱放了我娘。你娘在哪儿？被他们关在黑风岭下的土地庙里。立刻点齐人马，随我前往黑风岭。铁柱，你带10个人，骑马去土地庙救人。王叔，你组织村民，所有青壮拿上家伙，在祠堂集合。明远，你写状章，详述赵赖子通匪之事，等官府来人呈上。你若想活命，就戴罪立功，把你所知的黑风岭情况一五一十说出来。黑风岭现在有80多人，3个头目。大当家活阎王使鬼头刀，2当家独眼龙善射箭，3当家就是八脸儿。他们还和县衙的典史有勾结，每月送钱。难怪剿匪屡次无功。赵兄弟，土地庙里只有一具老妇尸首，已死去多日。赵社长，此事不好办啊！黑风岭匪患多年，县衙不是不剿，是力有不齐。若县衙力有不竭，可否允许民间自组乡勇剿匪？按律，民间不得私组武装。不过，若赵社长能说动周文渊周老爷，或在府城拿到剿匪许可，又是周文渊，这一切恐怕早在他算计之中。宇哥，进屋吧，别冻着。瑶儿，我是不是错了？若我不搞种植社，不接军需订单，不招惹周文娟，孙烈虎一家或许不会死。不，孙烈虎之死是因为匪徒残暴，是因为世道不公。你做的是让村里人吃饱饭，是让娃娃有书读，是正道艰难，但总要有人走。你说的对，正道艰难，但必须走。黑风岭匪患不除，青山村永无宁日。这个年怕是过不安生了。乡亲们，孙烈户一家的血不能白流。黑风岭匪徒今日杀孙家，明日就可能杀李家、杀王家，咱们能忍吗？
但剿匪不是拼命，要用脑子。明远，展图。这是一场持久战，咱们一不攻山，二不硬拼，只做一件事，断其粮道。断粮？那得多久？少则1月，多则3月。匪徒存粮有限，一旦断供，内部必乱。届时或内讧，或下山抢粮，都是咱们的机会。这法子稳妥，咱们人多，轮流盯梢，耗得起。120名青壮分成6队，每队20人，负责一段山路，昼夜监视。明远，带人联络周边5村，签订联防契约。任何村发现匪情，即刻鸣锣为号，各村支援。小虎，你爹的仇，我一定会报。赵叔，我要亲手杀匪。你还小，我不小了。我爹教我射箭，我能百步穿杨。好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先生，断粮之法虽稳妥，但有一隐患。若匪徒狗急跳墙，集中兵力强攻一村，以掳掠粮食人口，咱们如何应对？所以咱们要虚实结合，明处断粮，暗处设伏，在各村要道布置陷阱，挖壕沟，设斑马索，同时组织一支机动队，哪里遇袭立刻支援。机动队需马匹，买，从军苏订单利润中赊取，买10匹马，再请请孙伯制制迷药毒烟，必要时可用。赵社长一举，方某早有耳闻。知府大人对青山村土豆种植组织乡勇联防之事颇为赞赏。此次剿匪若成，大人愿上报朝廷，为赵社长请功。功名不敢当，只为保境安民。这是留点使与匪徒往来信件副本，我可设法让几封流落到黑风岭。匪徒若知靠山将倒，必生异心。贫道可布疑兵阵，夜间擂鼓鸣号，制造官兵围山假象。中计！明日寅时总攻，县衙调集100官兵正面佯攻。赵社长带领50乡勇从密道潜入，直捣匪巢。玄琛在外接应，周先生负责后勤。我知道这一仗你必须去，你是青山村的魂，但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，我和程烨等你。我答应。程烨，爹去打坏人，等爹回来，教你走路，教你认字。姓赵的，你找死！投降！做梦！先生小心！赵社长不必自责，剿匪除害，视为大义。此战必俘匪众80，黑风岭匪患从此根除，功德无量。赵小友，矿脉开采可立即着手，这些俘虏正好充作第一批矿工，以功抵罪，也是给他们一条生路。开矿可以，但需立规矩，俘虏矿工与其他矿工同估同酬，不得虐待。劳动3年，表现良好者可恢复自由，若有伤残，同样享受抚恤。成本太高，若不同意，青山村不参与开矿。赵社长仁厚，此意甚好。周先生，就依赵社长吧。所有参战乡勇，赏银5两，伤员加倍，并由村里供养至痊愈。若有战死者，其家人由种植社赡养终生。开矿之事，部落劳动改造，普通村民自愿报名，待遇从优，安全第一。明远怎么样？孙伯说，性命无碍，但需静养3月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瑶儿，剿匪赢了，但我高兴不起来。看到明远受伤，
看到乡亲流血，我在想，值不值得？值得。黑风岭匪患除了，往后再也不会有人被土匪杀害了，从此方圆百里可享太平。孙猎户一家的仇报了，那些被祸害的村子能安生了。宇哥，你做的事是为千秋万代，